过世的亲人突然托梦，到底只是我们大脑的错觉，还是他们真的跨越了生死，来向我们传递最后的牵挂？很多人梦见逝去的长辈在梦里挨饿受冻，或是不断地翻找东西，醒来后常常急着去求神问卜，担心是不是家里的风水出了问题。但其实，在佛法的深邃智慧里，这从来就不是什么惊悚的鬼故事，这是他们神识状态的显现。他们和你的缘分最深，也最信任你，所以才跨越维度来敲你的心门。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托梦，或者是地府有人找。听到这里，请你先不要害怕，这其实是过往缘分的善意提醒。在今天的内容里，我们将结合佛学温润的智慧，为你解开这3种最常出现也最温柔的特殊梦境背后的意义。在内容的最后，我还会教你3个不花1分钱，今天看完立刻就能跟着做的日常微修行，让你学会如何化解这份牵挂，为深爱的亲人积累无上福报。如果你也曾被类似的梦境困扰，或者你正渴望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心灵的平静与解药，请一定要把内容看到最后，因为这或许正是你和那位亲人跨越了生与死，共同期盼着的一场重逢。在我们一生中，最让人揪心的梦，往往是看见自己深爱的亲人在受苦。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？在梦里，场景可能有些灰暗，有些冷清。你那位已经过世的亲人，可能是辛劳一生的老母亲，也可能是严肃却疼你的父亲。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，瑟瑟发抖，或者他们总是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不断地翻箱倒柜，好像在找着什么东西。他们看起来有些焦虑，有些彷徨，甚至向你讨要吃穿，甚至让你觉得他们在那边缺钱花。当你从这样的梦中醒来，往往会感到一阵鼻酸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害怕，或者急着去找算命仙，想知道是不是家里的风水出了问题，还是长辈在那边没钱花了。但在佛法的智慧里，这件事其实有着非常温暖且深层的意义。这不是灵异现象，而是神识状态的显现。佛教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生前如果还有太多的牵挂，放不下的执着，他的神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魂，就可能会因为这些执着而处于一种匮乏的状态。这就像是我们平常如果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没做完的事，晚上睡觉就会觉得心悬在半空中一样。过世的亲人如果心里有挂碍，他们的神识就会感到寒冷，感到饥饿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既然他们在那边受苦，为什么偏偏要来找我呢？答案其实非常感人，因为在茫茫的宇宙、无尽的轮回当中，他们与你的缘分最深，磁场最相近。他们不是来吓你的，也不是来讨债的，他们就像是在外面受了委屈，迷了路的孩子，本能的想要寻求自己最信任、最亲近的人的帮助。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呼唤，是他们对你全然的信任。所以，当我们做了这样的梦，我们不该感到恐惧，反而应该升起一股巨大的慈悲与孝心。让我们来看看地藏王菩萨的故事。长辈们对地藏王菩萨一定不陌生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愿大孝的代表。在佛经中记载，地藏王菩萨在过去生中曾经是一位名叫婆罗门女的孝顺女儿。婆罗门女的母亲生前不信因果，造下了许多恶业。母亲过世后，婆罗门女心里非常清楚，母亲的神识一定在受苦。换作是一般人，可能早就慌了手脚，或者陷入深深的恐惧与绝望。但是婆罗门女是怎么做的呢？她没有被恐惧打倒，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产，
用最沉静的心去供养佛陀，并且全心全意地念佛。他将这份念佛、供佛的巨大功德全部回向给他的母亲，因为他这份至诚的孝心以及佛法的不可思议力量，他的母亲不仅脱离了苦难，还因此升到了天上，获得了真正的安乐。这个经典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：面对过世亲人的苦难，恐惧和眼泪是没有用的，至诚的孝心与善念才是最好的解药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真实故事。有一位年约50岁的林先生，平时工作很忙，有段时间他连续好几天都梦见自己已经过世2年的母亲。梦境里的母亲没有说话，只是待在一个没有开灯、非常昏暗冷清的房间里。母亲裹着一件很旧的外套，一直在堆杂物里翻找着东西，神情看起来非常焦急不安。林先生每次醒来，枕头都湿了一大片，他心里很难过，觉得母亲是不是在那边受冻了。他没有去找算命仙，也没有烧大把大把的纸钱。他想起了一位师傅曾经说过的佛理，于是他去了一趟家附近的大庙，用母亲的名义在佛前点了一盏光明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买了几包白米，以母亲的名义捐给了偏乡的育幼院，帮助那些吃不饱的孩子。他在心里默默地对母亲说：妈，我用您的名字做了这些善事，希望这些功德能让您离苦得乐，不要再挂心了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大约过了2个星期，林先生又做梦了。这一次，梦境完全改变了。他梦见母亲坐在一个非常明亮温暖的客厅里，阳光洒在母亲的身上。母亲看起来精神非常好，笑得很慈祥，对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。从那之后，林先生再也没有做过那个昏暗的梦了，他的心里也彻底放下了那块大石头。各位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心里暖暖的？梦境其实是生与死之间最温柔的桥梁。亲人虽然离开了，但爱和因果永远都在。当我们梦见亲人在受寒、受饿，那是老天爷在给我们一个行孝的最高契机。我们不需要花大钱，也不需要做什么复杂的法事，只要你愿意在醒来之后为他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用他们的名义去做一件小小的善事，哪怕只是捐一张发票，对路边的流浪动物释放一点善意，这份清净的善念就能化作一道光，照亮他们所在的世界。你手心的温度就是他们世界里的阳光。所以，如果今晚或者未来的某一天，你再次在梦中遇见了处境凄凉的亲人，请记得在心里对他们说一句：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用善念为您祈福。这就是我们能给予逝去亲人最深情也最实在的拥抱。说完了亲人的梦境，我们来聊聊另一种很多人做过，而且醒来后会觉得特别疲惫的梦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在梦里，你走在一条完全不认识的荒郊小路上，四周起了很大的雾，看不清前方的路。这时候，突然有看不清面貌的陌生人拉扯着你的衣服，硬要拉着你往某个方向走。或者，你梦见自己走进了一个昏暗的大殿，有人在暗处不断地给你指路，召唤你。遇到这种梦，很多人的心里都会发毛。长辈们常常会私下耳语，说这是不是遇到了冤亲债主来讨债了？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在跟着我？这种冤亲债主的说法，常常让大家听了心里很有负担，甚至充满恐惧。但在正信的佛法里，我们不用这个词来吓唬自己。佛法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？这叫做宿业的显现。什么是宿业？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孤立存在的。
我们过去的岁月里，甚至是过去生中，一定跟很多人结过缘，有的是善缘，大家开开心心；有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在无意间，因为一句话、一个利益的冲突，跟别人结下了恶缘，心里结了冰。这些没有解开的恩怨，这些卡在心里的结，就是一种能量。当这种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会在你入睡、意识最放松的时候，化作梦境里的拉扯与迷雾。所以，请你转个念头来想，这不是惊悚故事，这其实是老天爷，或是你过往的缘分，正在善意地提醒你。他在提醒你什么？提醒你最近的心念是不是太过固执了？提醒你是不是有哪段关系需要去解怨释结了？说到解怨释结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尊崇的高僧广清老和尚。广清老和尚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寺庙里负责看守功德箱。有一天，寺庙里的香油钱突然不见了，当时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，大家都怀疑是他拿走的。一个出家人被千夫所指，被大家误会偷钱，这对名誉是多大的伤害！如果是一般人，肯定气炸了，拼了命也要为自己辩解，甚至跟对方大吵一架。他不辩解，不生气，也没有半句怨言。面对别人的指责与白眼，他却只是默默地承受下来，该做什么修行就做什么修行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寺庙的住持才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宣布真相。原来香油钱根本没有丢，是住持故意藏起来，为了考验广清老和尚的忍辱境界。老和尚用他极大的慈悲和忍耐，化解了这场无端的恶缘。这段公案告诉我们一个极度深刻的道理：面对人生的拉扯与误解，退一步的包容，往往能化解无形的夙愿。我们回到现代人的生活里来看，我认识一位陈阿伯，他有一阵子常常做那种在迷雾中被拉扯的梦，每天早上醒来，他都觉得全身酸痛，精神非常差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陈阿伯是个很传统的老人家，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巷口那棵大榕树下跟老邻居泡茶聊天，或是清晨去传统市场买买菜，跟摊贩街坊寒暄几句。可是这几年，老邻居都发现他变得很安静，泡茶的时候眉头总是深锁着，常常一个人发呆。原来陈阿伯为了乡下一块祖产的分配问题，和亲兄弟彻底闹翻了。那其实不是什么值钱的大片土地，就是老家后面的一小块机灵地。但为了一口气，双方互不相让，他们在乡镇的调解委员会上拍桌子互骂，甚至对簿公堂，弄得整个家族的人都摇头叹息。甚至他还跑去大甲妈祖庙治非诉苦。就这样，两兄弟已经好几年没有说话，逢年过节也是各过各的，连回乡下扫墓都要刻意错开时间。他的心里每天都充满了怨气和不甘心，总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。直到有一天，陈阿伯去庙里拜拜，在庙藤的大树下，刚好听到一位法师在讲经，讲的正是广清老和尚的故事。他坐在石凳上，越听心里越震撼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他想，老和尚被冤枉偷钱这么大的屈辱都能忍，还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念佛修行，我跟自己的亲兄弟骨肉至亲到底在争什么？100年之后，那块地谁也带不走，可是这口气，这段恶缘却会跟着我的神识生生世世啊！我争赢了土地，却输了几十年的兄弟情，真的值得吗？那天晚上，陈阿伯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主动拿起了电话，打给了他的兄弟，没有谈土地，只是简单的问候了一句：
最近身体好吗？”就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兄弟两人在电话那头都哭了。多年的心结就这样慢慢化解开来。最神奇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自从那通电话之后，陈阿伯心里的那块冰融化了，他再也没有做过那个在迷雾中被拉扯的梦。每天晚上，他都睡得非常安稳。各位朋友，手握得太紧，你什么都抓不住；把手张开，你才能拥抱整个世界。梦里的陌生人，梦里的迷雾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内心执着的投射。当我们愿意在现实生活中放下傲慢，放下对立，用慈悲的心去原谅别人，也原谅自己的时候，梦里的那些拉扯自然就会烟消云散。下一次，如果你再梦见了陌生的牵引，请在醒来后告诉自己，这是提醒我要放下，我要广结善缘了。我们刚刚聊过了亲人受苦的梦，以及被陌生人牵引的梦。现在我们要来谈谈第三种，也是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震撼的一种梦境，那就是异常清晰，而且重复出现的嘱托。大家回想一下，我们平常做梦，醒来之后，是不是常常觉得内容很跳跃，很零碎？可能前一秒还在天上飞，下一秒就掉进水里，而且通常刷个牙，洗个脸，梦境的细节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佛教的唯识学里，把这种大脑潜意识自行编织的梦，称为独头意识的活动，也就是俗称的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或是乱梦。但是有一种梦完全不同，这种梦境里的场景通常极度真实，可能连亲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，脸上的皱纹，周围的光线，甚至连空气里的气味，你都感觉得到。最奇特的是，这个梦会重复发生，你的亲人可能会在梦里一次又一次地指着同一个地方，或者重复地叮咛你同一句话，交代你同一件事。当你猛然睁开眼睛，那种真实感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像是在你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，让你一整天都心神不宁，脑袋里不断盘旋着梦里的画面。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梦，请你一定要重视起来，因为在佛法的观点里，这不再是潜意识的乱梦，而是真实发生在灵魂维度里的心念共振，也就是民间最常说的托梦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清晰的托梦呢？因为这位已经往生的亲人，他在世间还有一份极度强烈的未尽之愿，或者是一个深深的遗憾。这份执念太重了，重到让他的神识无法轻盈地迈向下一段旅程，只能被困在原地。而你，因为是他生前最信任、最牵挂的人，你们之间的心灵频率最能对得上，所以他耗尽了神识的能量，穿透了阴阳的维度，只为把这份遗憾传达给你。我们来听听一个发生在南部的真实故事。有一位陈大姐，她的父亲在一场突发的心肌梗塞中意外离世，走得太匆忙，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。办完后事的几个月里，陈大姐开始重复做着同一个梦。在梦里，父亲总是站在老家大厅的祖先牌位前，神情非常悲伤。父亲的手里端着2杯热茶，眼眶泛红，一直指着门外的方向，但就是发不出声音。大家要知道，在我们传统的家庭里，正厅的祖先牌位，也就是老一辈常说的公妈厅，是整个家族精神的象征，是慎终追远最神圣的地方。父亲在梦里站在那个地方流泪，代表这件事攸关整个家族的传承与和谐。陈大姐每次都在梦里急着问：爸，你要我去哪里？你要我做什么？可是父亲只是不断的流泪，指着门外这个梦，真实到陈大姐醒来后，仿佛还能闻到那股淡淡的乌龙茶香，
他连续做了1个礼拜，整个人快崩溃了，不知道父亲到底在阴间受了什么委屈。后来陈大姐去请教了一位修行的老法师，法师听完没有要他花钱做法事，只是慈悲地问他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父亲生前有没有跟什么人结下很深的心结，或者门外的那个方向住着什么他放不下的人？陈大姐猛然惊醒，父亲指的方向是隔壁村庄，那里住着父亲的亲弟弟，也就是陈大姐的亲叔叔。回想起30年前的那个下午，天空下着大雷雨，父亲跟叔叔因为1分地的继承问题，就在神明桌前大吵了一架。当时年轻气盛的兄弟俩气得摔破了桌上的茶杯，当着祖先的面发下毒誓，说这辈子死生不复相见，谁也不沾谁的光。从那天起，整整30年，两家人就隔着一条省道，一个村庄，却完全没有往来。长辈们不讲话，晚辈们走在路上遇到了，也只能尴尬地低着头假装没看见。直到父亲突然心肌梗塞过世，走得太急，连最后一面都来不及见，叔叔也没有来上香。法师的这番话像一记红钟敲醒了陈大姐。这2杯茶代表着你父亲最后的忏悔与放不下。你父亲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脱下了这身肉皮囊，才真正看透那些世俗的争夺，面子问题全都是一场空啊！30年的兄弟情破裂，成了他神识里最痛、最沉重的挂碍。他端着那2杯茶，是多么希望能时光倒流，跟亲弟弟好好坐下来，喝完那杯当年没喝完的和解茶啊！陈大姐听完，泪流满面。她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，也明白了父亲在阴间的无助与懊悔。隔天一早，陈大姐没有丝毫犹豫，她亲自找出父亲生前最爱用的那个老茶壶，泡了一壶上好的乌龙茶，装在保温瓶里。她骑着机车，沿着那条30年没走过的省道，独自来到了叔叔家门前。叔叔家是一栋老式的透天厝，铁卷门半拉着。当满头白发的叔叔走出来，看到几十年没见的侄女，整个人愣住了，手里还拿着正在播放大悲咒的念佛机。陈大姐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眼泪扑簌簌地掉，把父亲的梦境、那2杯端在手里的茶，以及父亲在梦中流下的眼泪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叔叔。叔叔听完，手里的念佛机差点掉在地上，老泪纵横。他双手颤抖着接过那杯茶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。傻哥哥啊，其实我早就原谅你罢了。年纪越大，我这心里越是后悔，常常想起我们小时候一起在田里抓泥鳅的日子。我只是死要面子，拉不下老脸去找他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痛啊！当天下午，叔叔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来到了陈大姐父亲的灵前。他亲手上了3炷香，把那杯持了30年的和解茶恭恭敬敬地洒在了父亲的牌位前。两家人在灵堂前抱在一起痛哭，30年累积的恩怨、委屈与不甘，在这一刻，随着袅袅升起的香烟，彻底化解。当天晚上，陈大姐再次梦见了父亲。这一次，场景不再是那个悲伤的祖先厅，父亲穿着干净明亮的衣服，脸上带着无比轻松、温和的笑容。他轻轻地摸了摸陈大姐的头，转过身，走向了一片充满温暖光芒的地方，再也没有回头。从那之后，陈大姐再也没有做过这个梦了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托梦最深刻的意义。亲人的离世并不代表关系的结束，很多时候我们活着的人就是他们神识在人间的延伸。
当我们接收到这份清晰的重复嘱托时，请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嫌麻烦。这是亲人在向你求救，更是老天爷给你的一次机会，让你去圆满一段残缺的缘分。不管梦里交代的是未完成的善事、未解开的恩怨，还是来不及说出口的抱歉与爱，只要我们带着慈悲与智慧去替他们完成这份未尽之愿，我们就是在做一场最不可思议的超度。真正的超度从来就不只是经文上的超度，更是心的超度。当你在现实中解开了那个结，不仅解放了亡者受困的神识，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放下执着，往生善道，同时你也解脱了自己内心的挂碍。阴阳两隔的爱与遗憾，最终都会因为你的勇敢与慈悲，画下一个最圆满的句号。在这里，我还想特别跟各位朋友多说几句心里话。很多人在梦见亲人后，除了害怕，更多的是陷入深深的自责，总忍不住回想，是不是当初在医院做错了决定？是不是他走的时候，我没能好好陪伴？甚至觉得亲人托梦受苦，全是因为自己生前做得不够好。各位朋友，请千万不要用过去的遗憾来惩罚现在的自己。生命有其定数，因缘也有起灭。你在他们生前付出的爱与照顾，他们其实全都知道。梦里的牵挂只是一时未能解开的小结，绝不是在否定你过去的孝心与努力。原谅自己，其实才是超度亲人的第一步。只有当你的心先安定下来，不再被愧疚感绑架，你为他们所做的任何祈福与回向，才能真正化作清净温暖的光芒，照亮他们脚下的路。各位朋友，听完了前面这3种特殊的梦境与故事，你的心里是不是觉得原本那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稍微消散了一些呢？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害怕地府有人找，害怕梦见已故的亲人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死亡这件事情有着太深的误解与恐惧。我们总以为死亡就是一道冰冷的高墙，把生与死，把你和我永远地隔绝开来了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在我们佛教界，有一位大家都非常敬仰的祖师大德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弘一大师。他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有着极度通透而且无比慈悲的智慧。弘一大师在圆寂，也就是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曾经写下了4个字，叫做悲心交集。这4个字境界非常高，但我们可以用非常白话、贴近我们生活的方式来理解它。什么是悲？悲是一种巨大的同情与不忍心。当我们在梦里看到亲人因为生前的执念未消，神识还在受苦，还在迷茫地找寻方向，或者我们看见自己因为放不下过去的恩怨，在梦里的迷雾中被人拉扯，看到这些生命在轮回中跌跌撞撞的苦，我们的心里升起了一种不忍，这就是悲。那什么又是心呢？心就是一种深刻的安慰与欢喜，因为我们知道，透过佛法的智慧，透过我们的一念善心，这些苦难都是可以被转化、被超拔的。当我们明白自己有能力去帮助梦中的亲人，有能力去解开过去的夙愿，那种从心底涌现的平静与法喜，这就是心。弘一大师的智慧其实就是在温柔地告诉我们，不要害怕看见生死的苦，因为在苦的背后藏着我们灵魂升华的巨大力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过度执着于梦境的细节，到处去解梦，想去猜测这到底代表什么吉凶祸福。但大家仔细想想，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了。佛经里常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梦境本身就像是水面上的泡泡，它是虚幻的，是不断变化的。但是
当你从那个震撼的梦中猛然醒来，坐在床边，那一刻你心里升起的慈悲心，升起的那份想要帮助亲人的孝心，却是全宇宙最真实、最有力量的东西。恐惧会让我们的心越缩越小，但慈悲能让我们的爱跨越维度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要学会转念，不要把这些特殊的梦境当成是来讨债的恐怖故事，或者是生活中的沉重负担。相反地，我们要把它当成是生命给我们的一次功课，把它当作是我们修行的道场。如果地府真的有人来找你，如果亲人的神识真的跨越了千山万水，来敲打你的心门，请你深深地相信，那是因为在他们那个或许有些寒冷、有些昏暗的世界里，你就是他们唯一能看见的光。生死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隔绝，冷漠和遗忘才是真正的切断。只要我们的心里还有爱，还有慈悲，只要我们愿意在醒来之后为他们发一个善愿，那么无论隔着多远的时空，无论跨越了几个维度，这份温暖的善念都一定能够精准地传达到对方的心里，为他们照亮前方的路。面对这3种特殊的梦境，我们除了在心态上不再恐惧，在现实生活中又能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呢？大家现在心里一定有一个问题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我们常说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要你躲到深山里，或是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去做复杂的法事。真正的超度与化解就藏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常生活中。为了帮助大家转化这些梦境带来的挂碍，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非常简单，你今天看完视频马上就可以跟着做的日常微修行清单。第一个微修行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回向法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做噩梦，是因为我们带着一整天的压力和杂念去睡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邀请你，在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，先坐在床沿，不要急着躺下，也不要再看屏幕了，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做3次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然后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，今天一整天辛苦了。接着把你在这一天当中所做的一点点好事情，哪怕只是今天对着社区的警卫先生微笑了一下，或是顺手帮同事开了个门，把这些小小的善念集中起来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，我愿将今天所有的善念与平静回向给梦中那位亲人，愿您离苦得乐，也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。就这么简单。这3分钟的平静就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清净能量，能让你的神识安定，也能为亡者带来光明。第二个微修行，建立一句佛号的安定力。如果你半夜突然从那种被拉扯的梦，或是亲人受苦的梦中惊醒，心跳得很厉害，觉得很害怕、很慌张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，请你立刻在心里或者小声地念出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或是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句佛号，佛菩萨的名号本身就带有极大的慈悲与不可思议的光明磁场。当你在最害怕的时候，专注地念诵这句佛号，就像是在你自己的心灵周围画下了一个安全的结界，恐惧进不来，负能量也会被阻挡在外。你会发现，只要专心念个10声、20声，你原本狂跳的心就会慢慢的安稳下来，重新进入甜美的梦乡。第3个微修行，生活中的微布施。如果你的亲人在梦里重复的向你求救，或者你觉得你们之间还有未解的恩怨，除了念佛，我们还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产生行动力。明天出门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位亲人的名义
去做一件小小的善事，不用花大钱。例如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，把找开的零钱投进捐款箱，或是顺手把一张发票捐给弱势团体的发票箱，甚至只是买个罐头，喂一下街边流浪的猫狗。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下，你在心里默默地说：妈，或是对方称谓，这是我用您的名字做的善事，这份福报是属于您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过去，但我们可以透过当下的微布施去转变未来的业力。当你一次又一次地用亲人的名义去利益这个世界，那些沉重的牵绊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，就会在这些微小的善意中一点一滴地被消融，被升华。这3个方法不花时间，也不花大钱，但它们却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只要你愿意去试试看，你会发现，你不仅超度了亲人，你其实也深深地疗愈了你自己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就要慢慢进入尾声了。回顾我们今天聊的这3种梦境，不管是亲人在梦里的寒冷与饥饿，在迷雾中的陌生牵引，还是那份极度清晰、重复出现的嘱托，其实拨开那些神秘，甚至让人有些敬畏的表象，背后隐藏的全都是最深沉的爱、牵挂，以及宇宙间最公平的因果。弘一法师用他的一生教导我们去体会什么是悲心交集。这份悲是我们看见了生命在轮回中跌跌撞撞，因为执着而受苦的不忍心，而这份心是因为我们庆幸自己听闻了佛法，我们知道了面对生离死别，我们不再是无能为力的。我们可以用一句佛号，一次微布施，一份睡前的善念回向，把所有的遗憾圆满成最深的祝福。如果你曾经因为梦见亲人而感到害怕，或者你心里一直因为某句来不及对他们说出口的抱歉，来不及表达的爱而感到深深的自责与遗憾，请你在看这支影片的当下，彻底的把它放下吧。佛法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去自责，而是要我们去觉醒。你的亲人既然跨越了维度来找你，绝对不是为了看你每天活在恐惧和愧疚当中，他们最期盼的是看到你因为这些善意的提醒变得更加柔软，更加慈悲，把未来的每一天都过得安稳踏实。你过得好，你的心念安定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超度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屏幕前的你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频道的留言区，为自己也为我们深爱的人建立一个强大的善念结界。欢迎在留言区打上南无阿弥陀佛或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为你爱的人建立善念结界。请不要小看你在键盘上敲下的这几个字，当几百个、几千个善念汇聚在这个留言区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、充满慈悲的正向磁场。你的这份善念，这道慈悲的光，不仅能照亮你自己的心房，它也一定能穿透无尽的时空，精准地照亮那些在另一个世界却依然深爱着我们的亲人。生与死从来就不是2条永远无法交汇的平行线，因为爱，我们永远同在。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，愿大家日日是好日，夜夜皆安眠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段缘分与分享让你的心灵找到了一丝平静，或者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，非常欢迎你轻轻点下订阅按钮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可能需要这份温暖的朋友。你的每一个关注与善意，都是我们继续传递正念与佛法智慧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